Hello， 各位亲爱的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聊聊天，然后一起分享喜悦哦。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就叫做阅读让希望绽放。今天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呢？其实因为在这4年来，我自己在台湾很多的乡镇去各个学校成立一个叫做静思阅读书轩哦。那到底什么是静思阅读书轩呢？其实我自己一直在静思书轩工作服务将近快20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过静思书轩呢？在全台湾有50个据点，然后呢，在全世界100多个据点。静思书轩呢，在每一个其实你看到慈济的静思堂进去，它会有一个像书店一样，然后综合室里头会有书香。有咖啡香，然后还有我们花莲静思精舍师傅做的一些五谷粉啊，这些流通。那除了在静思堂，也有很多外面的据点，比如说包括在大饭店台北喜来登大饭店的1楼的大厅，很多人都说他经过那个地方都会驻足，然后看到我们的静思书轩小而美，但是已经在那里好多年，将近快20年了。那当然还有在中正纪念堂的静思书轩，还有在信义诚品，就是书店里头，我们也有一家静思书轩在5楼。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据点，甚至在海外。那静思书轩呢，平时都有这些好书。那我自己觉得很有福，因为我在这个静思书轩呢，服务很多年嘛，所以我每天都在这些好人、好书、好事当中围绕着。所以我常常可以从架上的书读到一句话，或者从架上的书看到生命的方向。那静思书轩当然里头的书有证严上人的很多的著作，那也有好多我尊敬的人品典范，他们的书籍其实也都在我们的静思书轩哦。那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从我开始在静思书轩新舞台店，以前在信义计划区那里，我开始担任店长，然后一路开好多的静思书轩，包括在各个地方的，包括在大爱电视的静思书轩。那后来呢，一直有这样的缘分，就觉得说，哇，我很有福，能够读到好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福分应该是要懂得分享。如何懂得分享呢？因为我大部分会来到静思书轩的人，因为我们开的地方都是比较有人潮的地方，因为它是要流通书、流通这些骨粉、流通这些静思做的静照啊等等。那所以呢，开到比较都会或者是有人潮，那这就是意思是说，很多在比较遥远或一些乡镇甚至偏乡的地方的人，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书。所以我就会觉得可惜，所以呢，其实在这10年来，我们呢就有一个计划，就是到好多的学校去送书。以往呢，我们就是把书打包好，然后呢就寄到他们的图书馆。但后来呢，在5年前，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亲自去到这些学校，所以我们就开始到好多的学校去送书，一套一套的书。那我非常的印象深刻，是在2017年的那个时刻，我们到了屏东的高树乡。高树乡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学校叫高泰国中。其实这个高泰国中它的周围其实都是田地。那一天我们去办那个活动，就是送书。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校长送我们到门口，然后那位应校长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很感动，因为我们带来不只是书，是带来一份温暖，所以他很希望把静思书轩的这样留在学校。他说他知道有静思书轩，所以他自己很想要在学校自己成立一间静思书轩。那因为我是做营运的，我是做静思书轩开店或者经营，我知道要开一家店不容易，水电啊、人事啊各个部分，不止这样，其实是说维护永续，所以是不容易。那我看到他们那个地方是在比较属于是偏乡，然后周遭都是田，可爱的牛很多，但是人很少。我心想说这样怎么开呢？但是校长的话，我一直把他放在心上，因为他非常的有心。那一天呢，一样我们也都到很多的其他的地方，那也在同一个时间，我们也到了花东。
然后呢，我记得花东我们也到了很多的学校，包括应该是玉里国中，然后还有好几个学校。那这中一个站我们就经过了瑞穗。那瑞穗呢，我就我们那天是住宿在瑞穗的民宿。那我就说，瑞穗国中，瑞穗国中不就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叫做童子贤，这是他的母校。我就问那个民宿，我说我可以去学校走一走吗？我说，他为什么没有在那个偏乡的清单呢？然后他们就说，我说这里很偏乡，为什么没有在偏乡清单？他说，因为他离火车站很近，所以就没有归纳到偏乡清单，所以我们的书就没有送达。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亲自去送书？我想去学校看一看。那民宿的老板就说很熟，所以他就带我们去。去了呢，我就看到呢，童先生就是赞助母校的图书室，非常的雅致。然后呢，那天我们是突然去，然后白天就看到有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角落看书读书，我就觉得非常的欢喜，因为就是只要能够多读这些好书，或者多读这些励志的书也好，或者是多元的这些书，其实对一个国中生也好，小学生都是视野的宽阔。那时候我们就这样，我就说，你这环境弄得那么好，难怪学生喜欢进来。所以其实这几件事一直在我的心上，一直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后来呢，我们就想到，那我们可以到学校去成立一个叫做静思阅读书轩。刚开始取名还不是叫静思阅读书轩，我们取名上有静思什么人文空间，名字一直在找一个更适合的。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把书轩的书籍挑选过的，然后呢，总共有500种。那除了书轩的书，还有书轩推荐的一些外版的书，来自各个不同的出版社，都是很好的出版社挑过的好书，励志的书，然后放到这个空间。那当然呢，我们还有书柜。那这个书柜呢，还是从环保回收的就是硬塑胶去做成的柜子。那当然，我们还用福会床、福会桌，所以就开启了静思阅读书轩。我接下来有一个简短的影片，因为是在去年的12月底，就是2020年的12月底呢，我们等于成立了150间的静思阅读书轩。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影片。然后呢，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阅读让希望绽放。有一些书它是可以永远不用下架的，因为呢，它是陪伴人生的道路，不管什么年龄，从幼儿园到老人家，一句话可能就是一辈子，因为一句话给你很清楚的方向。比如说，曾经有人要去银行抢劫，而且他是高学历的一个人，只是遇到一些困难。可是他刚好在一个富人的摩托车上看到静思语打开那句话：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那句话让他当下没有去做这个坏事。事隔多年，他写信给真言上人，告诉他说，他的一句话救了他，也救了他的家人。所以一本书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受用，就很有意义。这10年来，我们静思书轩都有到偏乡或者是很多的图书馆送书。然后我们那时候到高树乡的高泰国中，当时校长觉得我们一起除了送书那个互动那个温暖，他觉得很想把它留住，所以他就说他很希望他自己能够在学校设立一个静思书轩。所以你就觉得说，其实如果把环境弄得明亮、整洁、干净，孩子会喜欢到这个地方哦。他打开这本书，也许是正言上人的一句话，也许是一位作家的一句话，医生的人文典范，他的生命故事，都希望带给大家正向、美好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说，应该要把这些美善种子带到每个地方。当然，我们每去设立一间，可能就会很多学校的人来，然后甚至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所以就这样，每一间学校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去设立。
那所以我们也要很努力。那我记得当时候就像陈志妍董事长这样很好很感恩有第一间，因为我们还在摸索嘛。我第一次跟他说，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然后那个经费多少，他说没问题，你就去做。那后来我们就慢慢的一间一间努力，可是也需要各种经费，因为我们都是专款专用嘛。那我一直记得上人他说那时候921希望工程决定要盖学校的时候，到底要盖哪几间？那上人呢就一直打勾，一直挑选。那个打勾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要认养，这个我们要认养。然后他们都吓一跳，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啦。有人就问上人说：“上人，为什么你那么勇敢？”上人就说：“虽然我不知道钱在哪里，但是我知道爱在哪里。只要你有爱，你知道有需要，大家都会一起来成就。所以我觉得我秉着上人的这个精神，我们一起为这个社会、为这些孩子来尽一份力量。我觉得大家都会一起来做。”当然，一间近似阅读书轩的设立，社区的志工或社区的同仁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个空间不同，有些空间可能都已经准备好，那有些空间可能要做一些小小的整顿跟整理。上人说有愿就有力，因为我们到这个场地来，就是要把它从无变为有，从拆卸、涂抹到粉刷，到整个书的上架，我们都经过一番努力，做就对了。我就一直把这一句话记在心里，无论怎么样困难，上人叫我做就对了。我们生命中遇到很多的贵人帮助，那近似书轩就是很多善心人士愿意付出，期盼我们的孩子感受到人家对我们的赞助跟支持，透过阅读开拓自己的视野，然后成为未来也回馈社会的人士。我们很开心啦，这3年一间一间爱的接力，到2020年的12月，刚好是150间，然后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它遍布到全台湾各个地方，包括金门、马祖啊、小琉球啊、兰屿啊、绿岛啊，都有近似阅读书轩的。它其实代表是一个一个的里程碑哈，就像我们现在在操场上，它就是100公尺、200公尺慢慢推进。我相信还有非常多学校，就算不是偏乡也会需要，我觉得这很棒。所以这样的事情要持续做得更多、更久、更远，不是1、2个或少数人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希望许多有能力的朋友啊，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出版这本书，其实我是想要把很多的诚与情、善跟爱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不是看到美丽的风景，而是看到台湾很多很美的人，然后又看到很多很感动的事情，一直想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不想要忘记，也不想要别人忘记，因为是有很多人的爱在里面。也欢迎大家一起支持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校园能够有这些好书。其实有好多的点点滴滴，每去一个地方，其实我都觉得，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在台湾很多的乡镇走访，其实我看到的不只是台湾很美丽的风景，当然呢很多的大自然还是很美的。我们有时候难免会看到那么美的风景，就下来拍这几张照。然后可能10分钟就上车了，也会把它留存。其实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些很多的这些风景区，因为时间真不够用。那时候我们都要跑好多的校园哦。那可是到每个校园或者跟当地的志工居民互动，其实都是养分。因为呢，你看到了台湾的美，台湾的美在于人跟人之间，美在于很多很好的人，美在于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的心意是能够有这个近似阅读书轩，让孩子在他们从小的心灵能够种好书，他们能够读到一本书，一句话就是一辈子。那我们希望这些书可以陪伴着他们，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心意。可是我们边走，其实很多的收获都是我们哦。
那当然，刚刚在前面的影片大家看到的是几个校园。那我们其实也走访了，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所有的外岛，我们其实都有去过。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我会去那么多的地方哦。那包括绿岛、兰屿啊、马祖啊、金门啊、澎湖啊，就是因为近视阅读书轩的成立，然后我们去了。我很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要去绿岛。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坐船要去绿岛，其实我没什么经验。那时候我们有先遣部队同事也先去把它布置，那后面是我们几位坐船。那一天呢，我们其实有邀请台东的师兄师姐陪我们，但是师兄师姐刚好都很忙，因为台东师兄师姐也人不多，然后一个人又要承担好多的事情，又要慈善个案，又要做环保，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几位去而已，就没有师兄师姐陪我们。那时候就遇到风浪很大，然后它的就是风气那个天气很不稳，所以我们上车的时候，前面就是船就开始一直晃，那个晃是就是这样的晃，然后那个晃就是我就觉得开始不舒服，然后你后面会听到有很多尖叫声，因为那些年轻人可能很多的年轻朋友就觉得说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然后就哇这样一直喊啊，很开心啊喊啊。可是喊个5分钟后，就整船都安静了，因为就开始很多人在呕吐。后来我们的船的前面每个前面都有塑胶袋，原来就是让你吐。我就开始不行了，我跟我的伙伴，我们2个人就是开始一直不舒服，然后一直吐。然后那个船班应该是50分钟，可是 delay 差不多坐了1个小时，我其实差不多吐了50几分钟，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那天的风浪是这样很晃很晃，你是哪怕你闭目养神闭着眼睛，你依旧会很不舒服。我昨天那个刚好是遇到一些同事，然后我们就聊起这件事情，因为先前部队是我们的几个同仁，他说他很印象深刻，我下船的时候我脸色整个苍白，然后呢学校的主任来接我就告诉他说，主任你让我蹲在地上一下好吗？我实在没有办法动，因为我整个人非常的晕，所以我就蹲在那里，然后可能蹲个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们就走了，因为我们快来不及了，我们要到学校。那其实那个船很不舒服，可是我们到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就很公馆国小，绿岛的公馆国小。孩子们哦，然后还有老师，他们就在这么空旷的大地，周围就是海，然后他们就打鼓迎接我们。那时候风很大，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着他们的鼓声迎接我们。其实我非常的震撼跟感动，本来是整个身体很疲累的，可是他们的那个鼓声振奋了我的内心哦。那我没有觉得没有想到说来到这里那个看到这么可爱的这些孩子，后来我们就赶快进行了夜读书轩的启用。那因为每一间近视夜读书轩我们就需要经费，因为我不可能就是这些经费都是让金社师傅来承担这个经费，因为每一件美书啊、柜子啊这些都是要经费，所以只要每一个阅读书轩我们就找到护持的人，就像刚刚影片有提到哦。那这间夜读书轩刚好呢都是菲律宾的慈济志工，有一天他们来台湾，然后就跟他们分享这个点点滴滴，然后他们就都发现，就是那时候我爸爸也是菲律宾的慈济人，然后他也分享给好多的志工，然后他们就认养了10几间。然后这个绿岛的这一间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就是菲律宾的慈济志工认养的。那一天呢，校长就也跟大家说，这个学校是菲律宾的慈济志工认养的。其实孩子们听了也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说，哇，这么远的地方叫菲律宾，可是怎么会想到绿岛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就是爱的串联。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地球村，不分你跟我。然后只要这个地球多一点爱，多一点善，都对这个地球是好的。所以那天启用的时候，然后我很感动。然后那一天，孩子们，我们回去之后，孩子们就写了就是感恩卡。其实那个感恩卡我看了都流眼泪，因为孩子就有人写着说看到蓝天白云来，然后他也有说人家看到慈济。那有些人不知道慈济，有些人知道，但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看到说
怎么会有人漂洋过海带着满满的爱给我们？我长大也要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希望我也能够把爱给别人。然后就好多这样的一个回馈，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你在孩子的心目中，让他知道说有爱真好。你小的时候人家给你爱，长大你会给别人爱。就像在台湾那时候在很早期的年代，就很多的美元嘛，然后给奶粉，所以有很多在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他们都懂得回馈，因为他们说小时候他们也得到别人的爱哦。所以就在那时候，绿岛公馆国小，后来我们也在当天也去的绿岛国中，我也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觉得很佩服那位校长，因为那位校长在这个绿岛居住，为了照顾这个学校，那学校是学生40几个，那可是他们很团结，很有爱。那天也遇到有一个坐轮椅比较不方便的学生，他们就扛了这个学生到2楼去。他们就说缺一不可，每个人都要参加这个启用典礼哦。我其实很多温暖。那天我们也有带了金色师傅做的五谷粉，就是我们平时苏萱流通的很营养的五谷粉。那它都是22种谷类，那让你补充养分。我们每个学生都给，老师也给，然后我就拿给这位同学，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健康哦。那当然最后我们回到民宿的时候，我们就都倒了，因为实在是。就是硬筋那时候，因为就是晕船哦，后来睡一觉也还好，也是好，这是很难忘的经验对我来说。可是它不是经验而已，我觉得它是一个连结。那到现在，不管是当时那位绿岛国中的校长杨校长，还有现在那个公馆国小的校长还有主任，我们都是保持联系的。然后在脸书上，我们都常常会互动分享。我一直答应他们会再回去绿岛，但是实在是好多的学校，好多的一个行程，我都还没有去成。但是我答应的一定会去，对，只是要给我一点时间，对，因为我很想再去那个地方，然后再带我们有的东西跟他们分享所以这就是很多很难忘的点点滴滴哦。那其实除了在这些绿岛，在台东嘛，台中在前半段，其实我们应该台东有20几间的近视夜读书轩哦。那台东的好几间学校，那也其实真的让我很深刻哦。包括有一间学校在卑南国中，卑南国中那时候呢，其实是前不久，因为刚好遇到了一个比较让人难过的事件，就是普悠玛事件，就是那时候那个普悠玛的那个就是出意外，然后呢就里头有很多的人离开，其实是很难过。那你想想看，有些同学他的伙伴或者他的老师就离开了他，在他心目中其实是很难过的哦。那时候校长就知道我们有近视夜读书轩，他就来告诉我们说可不可以来成立。那我们就说好，那时候其实他们教室都满了，我们就弄在一个类似一个半开放，可是又是有遮雨的，可是那边又特别的舒服，因为坐在那里，我们把它摆一摆，你坐在那里读一本书，你可以看到那个台东很美丽的山河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让孩子的心静下来，然后也不会很闷，因为空气本来就很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事后我们启用之后离开后，那有一次大爱电视的团队佩芬他们做大爱全纪录，他们就回去做采访。那他们去采访，他们就看到一个学生，就问他说：“哎呀，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哦？”那个学生竟然回他说《近思语》。他说因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他会浮躁，他读《近思语》心会静下来。然后他是棒球队的，我就问佩芬说：“佩芬师姐，你是不是有刻意找人讲？”他说没有，他们就是很随性、很自然的找人看到就访问。那我听了，我觉得很欢喜，因为我们每到这所有的近视夜读书轩，我们一定会给他一本小本的近视语。我自己接触近视语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菲律宾的，还不到慈青，因为还在国中哦。那时候我来台湾，然后他们就送我英文版的近视语。对我来说，这本书就像一个人生的宝典。但是呢，有时候不是当下你马上就有体悟，你是要一直读，或者是要经过时间、经过空间、经过人与人之间，让你了解近视语的意涵。除了了解，怎么运用在生活当中哦。
那这些点点滴滴，我有一段影片，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其实它是大爱全纪录40几分钟剪辑成差不多比较简短的版本。那我们每到很多的学校，我们就会播这一段影片，然后想说也跟大家分享。里头除了有卑南国中，然后还有两间在台东的校园，一个是三仙国小，然后一个是三民国小。然后我们每一年几乎都会回去这2间学校。我就会去，比如每年的12月我就回去。为什么？因为12月，因为他们那里很多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那12月他们是过什么 Christmas， 所以有时候 Christmas 是带一些礼物去看看这些孩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爱其实就是一直都在。那我想说这个影片也跟大家分享。有啊有好yan，有啊有我伊的yan，有啊有好yan，那我啦。我的孩子啊，让微风轻抚你的发，别再害怕，安心的睡吧。有啊有好yan。我们卑南国中这个地方本来是一块空地，学生很容易在这边追逐。我们就觉得，如果有一个近视书轩能够让学生沉静下来，尤其是碰到朋友的世界，我相信我很多孩子心里是需要一些复健的。所以我们申请的这个近视书轩，应该可以让学生有地方可以把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然后借由书本的一个抚慰，心情上一定会更好，而且心理一定会更强健。下课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这边看书。你比较喜欢看哪一类的书？近视语，还有一些控制情绪的书。以前情绪很不好，打输比赛的话就很气馁，就很想放假。就是在学校有看过几本书，然后把情绪调整起来，打击发挥，手背稳定就可以拿冠军。在三仙接牌，开始起头难，后面就是很感恩，就好多人就会这样爱的接续，爱的连续哦。三民国小成立的那一天呢，他也邀请了一些校长，包括三仙国小的校长。那三仙国小的校长也就之后就写了 Messenger， 然后就是说很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学校。那校长那么的有心，我觉得就让人很感动。当我们在进行这个营造的过程里面，除了师兄师姐的帮忙，最重要的是我们全校师生都有一种期待跟参与。你要写3句，因为你要多练习，字慢慢写就写得漂亮。阅读书轩在我们学校就不单单只是书轩而已，它很像是生活的日常啊。小朋友上课也进来，下课也进来，放学也进来，用餐也在这里，尤其是棒球队的变成是生活的一块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了。上人为社会造福那么多人了，然后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东西，才让我想到要创作上人的法像。差不多1-2个月。我做沙画那么久，那么多张啊，这一张是我心里很平静。创作这个沙画的时候，上人那个慈祥的神韵啊，让我想起故乡的妈妈。然后呢，我在这里关了10几年，而我妈妈都会不辞辛劳远从马来西亚过来探望我。我幸福，很幸福。
对，其实，在影片当中，大家看到三仙国小、三民国小，尤其三仙国小那时候，他那个教室实在是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很旧，然后里头堆满了东西。但是我要赞叹校长，因为校长带领着学生一起把这个空间打造。我觉得让孩子一起把它整顿，其实他会非常的深刻。所以他是弄阅读书轩前跟弄阅读书轩后是差很多。其实我们去了很多的学校，它都是有这样的很大的效果。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到这个环境，你只要用心整理，其实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哦。那其实我们没有花很多的装修钱，其实阅读书轩的成立我们几乎不装修，顶多就是一些油漆或者当地志工他们就把它油漆起来。我们这个静思阅读书轩的经费几乎是用在书，大部分都是书、柜子、桌子、椅子，没有用在装修，因为装修可以很昂贵，也可以那个就是他会参差不齐哦。所以我们也是小小的经费，可是就是让它能够多一点放在书上面哦。那其实刚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是在台北监狱哦。那时候我有去台北监狱去弄那个阅读书轩。我去那台北监狱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台北监狱里头有3000多人。我吓了一跳，3000多人。我心想说，我去偏乡学校，那学生都100多、50几个人，他竟然是3000多人。然后，而且他就说，而且还需要有各国的翻译。我说为什么各国的翻译？他说因为被住进来这里的是还来自各个国家的，包括你们在影片有看到的是，他就在那里10几年。然后他说当他看到书架上的书，其实他会阅读那里足迹，会读行验半世纪。然后当他看到书架上上人慈祥的神韵，然后知道上人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的点点滴滴，他是很震撼跟感动的。所以他就用沙画，用沙去画上人的像。那个沙画拿出来的时候，大家以为是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照片。后来他做了，不管一个是上人沙画，另外一个是静思精神，2张都非常像照片。那也在有1年的慈济周年庆典狱长很感动，他亲自带着就是一些人还有师兄师姐陪伴，典狱长带着这一幅画，然后亲自呈给上人，感恩上人为这个台湾社会、为这个世界爱洒，然后把爱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然后把这个在我们的朋友在那个台北监狱的朋友所做的这个沙画送给了上人，然后也是祝福。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心很宁静了。因为呢，他每天读这些书，然后呢，他做这个沙画。因为你的心不静的话，你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只要一点点差错，那个画是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由衷的祝福。我那时候离开台北监狱静思阅读书轩启用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真希望我再来的时候，这里是没有人。在其他我去的学校，我都会说，我真希望我每到每个学校，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只有在台北监狱，我就说我真希望我再回来的时候，这里是没有人哦。所以我们需要再更努力哦，人心的净化社会的祥和，天下无灾难。希望在监狱都不要有人，然后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哦。对，所以这个刚刚点点滴滴其实是其实是很多的学习跟收获。其实，在最近其实静思阅读书轩在各个校园已经169间了，169间迈向170间的阅读书轩。其实我们刚去的几个学校，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其实跑了好多地方，人家就跟我说，我最近都上山下海。我说有上山下海，对，的确上山去了海拔800多公尺的地方，然后也去了周边都是海，然后后来也去了小琉球。其实最近去的其实就是小琉球。那小琉球我是去第2次了，2次都不是去游玩。第1次去也是去设立静思阅读书轩哦。那这个小琉球，当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那个奇遇，这个女孩子是有一次我们参加活动，我们2个做邻居，然后我就上台去分享静思阅读书轩。我下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多么的希望我的
家乡，就是那个小琉球能够有阅读书轩啊。他因为是琉球人，他们在那里经营民宿，那后来他就在那里长大，后来大学去澳洲念书，然后留学回来，然后又回归这里。他就说他会帮我去谈谈看，那他很用心哦。小琉球有5间学校，4个小学1个国中，他去了3间学校去谈，就是说希望能够有近似阅读书轩。那后来他很努力帮我们可是这3间因缘都不具足，所以有点可惜。可是他每去一个地方，他会跟我讲，其实我看到的是那份心啦，有没有谈成？我觉得有那份心，我就很感动哦。那后来3间完之后，他就稍稍停一下，结果另外1间他没有去的小学就叫白沙国小。那白沙国小的校长就听说这件事情，他就找了慈济志工，说希望我们可以到他们学校设立近似阅读书轩。于是就在去年的10月份呢，我们就在白沙国小成立近似阅读书轩。那是我第一次去到了小琉球。那也那个，但是小琉球那一次没有晕船。还好，因为那一面的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天气比较各方面比较稳定，但是就是尽量也要找那种比较气候比较稳定的日子，那个坐船，而且它的船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就一路从北部坐高铁到高雄，然后再坐车到东港那个东港码头，那再坐20分钟的船。那20分钟的船我都很乖，现在闭着眼睛都不讲话，然后呢就到那时候呢，我到白沙国小，我对那个田校长是非常的赞美跟赞叹的哦。他非常的用心带孩子，而且他教书教了非常的多年。后来才发现我们那个奇艺也是他的学生。他那一天安排了3个女孩子，都是小学生当主持人。他说就是要让孩子学习，你讲错没关系，可是你能够站在舞台，那都是你的学习。那我很赞美那3个孩子，他们主持的非常的好。我那时候跟校长说主持的很好，然后也真的很欢喜。那那个典礼完之后，然后那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还跟孩子那个好像回到童年的日子，就是跟他们一起喝茶，在喝冰饮啊。然后他们在小琉球还有一个叫什么琉球杯，就是每个游客你都可以去那里，就是那个租借那个有琉球杯，然后你在整个岛屿，你就是用那个杯子去装饮料，然后就是很环保。那你要走的时候，你就把它还回去。所以它是整个岛屿就是都在提倡环保。所以校长很贴心，就那天准备琉球那个杯给我们喝哦，然后跟这些孩子。那离开后，然后有一次是上人行脚到那个高雄，那这些校长都有来。那这位田校长也是坐了船来看上人，他是就这样从小琉球。那天他有分享，他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跟上人讲说，近似阅读书轩成立完之后，有一天呢，他就遇到有一个孩子，其实孩子很喜欢去那里，然后呢，他都鼓励孩子去读书，然后他那边呢就有一个小海龟信箱，那小海龟信箱其实就是给校长的。你要写什么都可以，你要写读书心得也可以，你要写悄悄话也可以。然后校长说他比较不要很制式的，你一定要怎么样。那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就写给他，后来他就告诉我说，青儿姐姐你应该还记得她，因为她就是3个小主持人里头的之中一位。他这个小女孩就写着说，因为这个小女孩她的爸爸就在我们那一年就是启用的那一年，他爸爸前不久离开，那他就写给校长说，校长，我非常喜欢到近似阅读书轩读书，架上的书我都很喜欢，尤其是近似语，因为每当我想念爸爸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本近似语，我的心就会很平静，就是心情会比较好。其实校长在边讲那个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就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就觉得说舍不得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他就失去了爸爸。但是呢，另外一个部分也是觉得很赞美这个校长这么的用心，带着孩子，不管是照顾到他们的学业，更照顾到他们的身心哦。那我更看到了阅读的力量，看到了好书的力量，它可以不只是读到一本
好书读到一句话，它其实是一股安定的力量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近视阅读书轩很有意义哦。那所以那是白沙国小，我记得那时候启用的时候，他就邀请了全球最高学府的校长，其实就是整个小琉球最高学府啦。因为小琉球就4个小学1个国中，所以那个国中就是全球最高学府。所以呢，那时候的校长也有来。那个校长是他的朋友，校长也是琉球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校长。那一天他就提出，可不可以在他们的学校也成立阅读书轩？然后我就当场马上跟他说，可以，没问题。那后来呢，我们慈善基金会的严伯文执行长听到我在讲这一段，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个人认养这一间琉球国中，如果可以，我说当然好啊。那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就布置好各方面，就再通知他。那当然，因为几乎经过1年，为什么？遇到疫情，遇到还有前面好多学校等等，那也就在最近琉球国中近视阅读书轩启用，我们也邀请执行长啊、严执行长还有美芬师姐，我们就一起去了小琉球。这是我第2次再去小琉球，他们就笑我说熟门熟路了，我就说我已经绕过一圈了，也很熟悉了。然后这次再去，然后到琉球国中，校长也很用心，把整个很大的一个空间，那同仁还有当地的志工、高雄的志工，大家把它布置起来，然后呢，让这些孩子们他们呢就可以读书。所以那一次我们到琉球国中也是非常的欢喜的。但是我们就说在船上都不要一直讲话，因为怕晕船，所以就是要闭着眼睛，然后呢闭目养神，然后20分钟很快就到了。其实很难忘，但是我觉得走到第一线，走到这个离岛，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其实在于真诚的关怀，在于实际走到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哦。那后来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启用也非常欢喜。然后结束后，白沙国小的校长也在嘛，我就跟他说，结束后我们去你们学校走一下。他听了好开心，他说以为我们没时间，因为我们是当天来回。我从来没有我们从台北天还没亮，然后坐着高铁，然后在那去小琉球，到那一天还去了台南，到最后晚上回到台北，然后那一天其实晚上秒睡，躺在床上都睡着。好，所以那一天我们也去了白沙国小，那一样就是还是很快乐，因为这边的学生可能就在这么一个天然大自然的环境，校长也带得很好，不管是国中或国小。然后我们也有再去看原本设立的阅读书轩，校长维护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说我们都很被善用。那一天呢，校长又告诉我说，有一个孩子，他就说他的爸爸妈妈往生，然后爷爷奶奶也不在了，所以他等于是没有人照顾。那所以他们就提报。希望可以提报，我说那我们也赶快就是师兄师姐关怀，然后也有跟执行长讲，让他能够做成为感恩也是感恩户照顾户也好等等，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关怀。我觉得我很不舍，那当然校长都是轻轻的告诉我们是哪一位，我们就没有多讲是谁。那一天我们就有特别的关心这个孩子，对，其实好小。才国小，好像1年级还是2年级，对，其实是非常的甘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众人的爱、校长的爱、老师的爱、大家的爱，校长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吧，会有很多人给你爱，这些都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哥哥姐姐，所以呢，你不孤单。”其实校长在讲那样的时候，我在那里我不能表现出难过的状况，因为我觉得不要让孩子觉得难过，要快乐。因为我相信他的内心是难过的，因为刚开始他都不微笑，一直到我们那天就拉着他的小手去到很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哦。对，那天就是很多的点滴。其实每到一个地方成立近视阅读书轩，不只是书的交流。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互动，我觉得是更多一点的深层的关怀，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彼此关怀、鼓励、加油打气、彼此拥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呢，是我们去了小琉球的难忘的经验，那也是在最近而已哦。虽然行程非常紧凑，然后也很丰富，但是呢，也觉得很收获满满哦。
其实好多的故事，好多的点滴，因为去了很多的地方，那我觉得每去一个地方遇到的不同的人事物，这些人事物都是带来给我养分。那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上人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到很多的地方去互动，然后去分享这么好的书。然后除了分享好的书、好的内容，其实我更在见证书上写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透过我看到的人事物，然后透过一起陪伴的所有的人，然后包括在台湾很美丽的许多的点点滴滴哦。那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在这边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阅读让希望绽放，分享在各个地方走访的点点滴滴。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呢有空就到我们各地的静思书轩坐坐，喝喝咖啡，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静思阅读书轩的计划。我们要把这份爱带到台湾各个角落，然后一起分享美善。祝福大家时时好心，时时好日，谢谢。